白真真、林昊天随礼50。我弟结婚，老公给了50块礼金。农村人结婚，50不少了。吃席时，他不喝茶，不动筷，低着头玩手机，不搭理任何人。仪式还没结束就催着我走。你弟的婚礼我参加了，欣欣后天结婚，还等着你做大嫂的帮忙张罗呢。他妹结婚却要求我随礼8888。昊天说的对，快回去吧。等他起身离开时，我不敢抬头看台上我弟的脸。全是细菌。欣欣的婚礼流程辛苦你多操心，还有8888的红包，接亲时候你一定当着婆家的面亲手交给她，这叫面子。知道了，我一定把面子摆到位。而我一到林家就被挑刺。嫂子回来了，我这边忙得脚不沾地，你倒是给你弟撑了一天场面。你结婚是喜事，我弟结婚也是喜事，我怎么就不能回去了？吵什么？我看你就是分不清主次。我们娶的是儿媳妇，不是伏地魔。伏地魔？我弟结婚，您儿子随了50块钱，天底下有我这样的伏地魔吗？你弟结婚由你妈操持，要你回去出力又出钱，还说你不是伏地魔。我忍无可忍。我弟有我妈，那欣欣呢？她没妈吗？我弟结婚办酒，老公是被我硬拉来的。我家在城郊，开车不到1个小时。可结婚5年，他只在娶我当天来过1次。这次我提前半年再三央求，磨了7、8次，他才勉强答应。记得我说的吗？当天去当天回，不参与不帮忙。行。快点啊，等下赶不上了。催什么催？走吧。11点半能到，刚好开席。吃完饭咱们就回来，1分钟都别多待。起这么早真折腾，太麻烦了，非要来遭罪。昊天、真真回来了就好。妈，姐夫。昊天累了吧？快和真真进去坐。昊天回来了。白真真、林昊天随礼50。农村人结婚，50不少了。叔，他这人爱开玩笑，您别当真。好，2000整，我懂。年轻人都爱开玩笑，大喜的日子不笑不热闹。钱多烧的。农村人结婚给50就不少了。叔，他乱说的，闭嘴吧你。真真、昊天，坐这儿。昊天，坐。舅妈，他有洁癖哦。昊天是讲究人，来喝茶。口水都喷在杯子里，恶心死了。我再给你倒一杯。不用，他就这样。各位亲友，大家好，今天是白航先生和宋敏女士的婚礼。这就走？新人还没入场呢。该走了。来参加你弟的婚礼，我已经够给面子了，谁知道还耽误这么长时间。欣欣后天结婚还等你张罗呢。昊天说的对，快回去吧，路上开车慢点儿，和昊天好好的啊。改口茶甜不甜？全是细菌。真真，昊天爱干净，席上是舅舅没考虑周全，你让他千万别往心里去，你俩更别因为这事影响心情。过2天新鲜水果下来，舅舅给你们送去。真真啊，你和昊天咋走了？是不是二叔做错什么了？大舅、二叔，是他不对，你们别往心里去。一会儿直接去我妈家，这2天肯定忙，你干脆在那边住下。婚礼流程多核对，伴娘和孩子们的红包要备足，别让人家说闲话。还有给欣欣的红包，你今天就去银行把钱换好，
8888一定要连号的新钱，给的时候要让欣欣婆家人都看见。这叫面子。原来你也知道要面子，知道做不好会被人说闲话。欣欣婆家敏感，婚礼那天你一定要礼貌周到，多笑多招呼，别让欣欣夹在中间难堪。原来你懂什么叫难堪，可仍旧对我的家人那样。我的家人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想什么呢？脸色这么难看。欣欣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对啊，结婚要给自家长脸，尊重对方，几百双眼睛看着你，连这道理都不懂。那我弟呢？他结婚就不需要面子，就该让你随50块份子，中途拉我离席。我的家人连你最基本的礼貌都不配得到。你说这些干什么？不干什么，就想问问你，凭什么你妹结婚让我提前2天住你妈家忙活，我弟结婚你卡点到场，全程敷衍？我看你弟今天挺高兴的，什么尊重不尊重，只要见了钱，你妈和你舅他们乐得嘴都合不上。那是我家人心疼我，体谅我。行，那我也让你家人高兴。别闹了啊，让我妈看见不像话。嫂子回来了，农村流水席好吃吗？我这边忙得脚不沾地，婚鞋不合脚都没时间去换。你倒是给你弟撑了一天场面，也不看看都什么时候了，就是故意给家里添堵。你结婚是喜事，我弟结婚也是喜事，我怎么就不能回去了？你吵什么？我看你就是分不清主次。我们娶的是儿媳妇，不是伏地魔。伏地魔？妈，您说这话讲道理吗？林欣欣结婚，我忙前忙后大半年，哪件事不是我操办的？我弟结婚，除去路上的时间，我在家只待了半个小时不到。欣欣结婚的钱林林总总38万，您一句话就让我和林昊天出。我弟结婚，您儿子随了50块钱，天底下有我这样的伏地魔吗？够了，你不是又补了2000吗？2000？臭农村的也配给2000？你还说你不是伏地魔？那2000是我自己的钱，林欣欣结婚的钱也是我的。你儿子1个月工资5000，还要给你3000，你也不想想他哪来的38万存款？你的钱就是我儿子的钱，嫁都嫁进来了，还分什么你的我的？你弟结婚由你妈操持，要你回去出力又出钱，你妈白活这么大岁数，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我弟有我妈，那欣欣呢？她没妈吗？白真真，你有完没完？哼，早该这样了。打够了，我去修鞋。早就该收拾他，一巴掌比什么都听话。银行卡密码修改成功。喂，佳云婚庆吗？我是林欣欣的嫂子。从现在开始，她的婚礼事项不用跟我沟通了，我给你们另外一个电话，剩余尾款大哥和他妈要。喂，奢美婚纱店吗？我是林欣欣的嫂子，婚纱尾款我不付了，你找他本人要。白真真，你在哪儿？婚纱店不付尾款不让取婚纱。欣欣想用陪嫁卡先付，发现你改了密码，你赶紧回来。姐，你咋这么快回来了？拿着，姐给你的新婚红包8888，图个吉利。姐，你给我钱干啥？真真，哎呀，是不是因为家里跟昊天闹别扭了？妈，我想离婚。林昊天打你了，跟二叔说，二叔替你去找他，老子去跟他拼命。我没事，就是忽然想通了。当初我被林昊天哄晕了头，在你们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狠结了婚，这些年害得家里跟我受了不少委屈。今天我才算看清，林昊天对你们不是没时间，也不是不上心，他是打心眼里就看不起我和我的家里人。你想好了就行，妈支持你。姐，
我也支持你。来吃饭，舅舅给你重新做桌席。我真不明白，以咱们家的条件，林昊天凭啥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舅方圆百里的养殖大户，上过电视台农村栏目；你叔果园种植高手，包揽全省罐头厂生产线；你弟省长亲口表扬过的农民企业家，咱们手指缝里漏点都够林昊天一家吃1年，还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舅舅二叔，你们之前从来没跟我说过。跟你说啥？那是你和他的婚姻，我们要是拿钱压人，跟林昊天那种势利眼有啥差别？他自己在农贸公司做业务，还看不起农村人。当初是真真你喜欢他，我和你舅舅不仅没和他计较，反而在选择供货商时优先考虑他们公司。现在真真跟他离婚了，后半年的合同我也不续了，让他小子连西北风都喝不上。二叔，你的意思是，林昊天每次拿的奖金都是我们在单子上直接写了他的名字，不然就他那能力能拿奖金？林昊天总觉得我是农村人，配不上城里人。即便工资不高，也是瞧不起我和我家。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白真真，你还学会离家出走了？不回来就都别回来！你闹够了没有？欣欣后天婚礼，你存心让他难堪？行了，真真，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气该消了吧？真真，你在哪儿？动手是我不对，你先回来，有什么咱们当面说。欣欣和我妈都快急疯了，求你了，真真，接个电话。真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跟我回家吧，有什么事回去说。你这样跑出来，让我在妈和欣欣面前多难看。妈说了，只要你回去，今天的事就算了，咱们还是一家人。我不回去。你干什么？当着我们的面就敢动手？打的就是你，没良心的王八羔子！你哪只手打的真真？我今天非把它剁下来！哎，真真，你家就这素质？你现在跟我回去，一切都好说，不然我马上报警，别给我把事做太难看。行，现在就报。林昊天，是你先打我的，巴掌印在我脸上，现在还没消。刚好警察来了，当面取证，更方便我和你离婚。你说什么？离婚？离婚？真真，你别冲动，我不离婚。我没冲动，明天我会找律师起草协议，有什么事你和我的律师谈。我不同意离婚，咱俩结婚5年都没吵过架，今天我是一时冲动打了你，我给你道歉，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不离婚。你这么慌干什么？林昊天，咱俩结婚后确实没吵过架，但不是因为没有矛盾，是因为我一直在退让和容忍。我容忍你的骄傲自大，容忍你轻慢我的家人，我该当血包供你们一家吸食，你们却认为理所应当。你认真回忆一下这5年的所作所为，再想想今天婚礼上的态度，你还有脸说不同意离婚？不行，绝对不能离婚，我改，真真我都改，只要你不离婚，我求求你了。欣欣后天就要结婚了，你现在离开让我们怎么办？林昊天，你现在不同意离婚，到底是因为对我有感情，还是因为林欣欣结婚的钱没着落？你要是还想保住工作，就别再来骚扰我姐。用得着你管？一直忘了告诉你，我叔、我舅还有我弟是你们公司最重要的供应商，你之前拿的奖金都是他们在单子上直接写了你的名字。这不可能！真真，这是5年来妈第一次看见你支棱起来。不用担心他催我回家，不用担心他给我家人脸色看，原来呼吸可以这么顺畅。房子、车子都是男方的婚前财产，离婚后他全部收回。白小姐，鉴于你是婚姻长期承担家庭经济支柱的一方，我建议要求分割2/3共同财产。不用。为什么？我不想和他有任何纠缠，越快越好。这5年付出的感情和金钱，就当为自己的恋爱脑买了教训，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老姐终于清醒了。姐，你上大学的时候就想有个自己的鲜花养殖基地，结果刚毕业就结了婚，梦想一直没实现。
不过现在可以了，我的姐姐一定会是这座城市里最厉害的鲜花供应商。谢谢你，弟弟，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了。真真啊，我听昊天说你要和他离婚，你这孩子说的什么气话？小两口拌嘴很正常，你和昊天是有感情的，听妈的话，回家。阿姨，我没说气话，我是认真要和林昊天离婚的。真真，做人要讲良心啊，夫妻一场是修来的缘分，你不能因为昊天犯了点小错就揪住不放。阿姨，你说林昊天犯的是小错，你记不记得从我们结婚到现在，林昊天来过我家几次？3次，第一次娶我不得不来，第2次我弟结婚我3请4教，第3次是昨天林欣欣结婚，你说自己年纪大不能操劳，林昊天说心粗，提前半年把所有事甩给我办，订酒店、选婚庆、挑婚纱、试妆造、敲定流程，大小琐事占了我所有休息时间。就这林欣欣还每天挑3拣4，只要一点不合容易就在群里对我阴阳怪气，你也话里话外埋怨我不够操心。林昊天只会装死，一次都没帮我说过话。可我弟结婚呢，他连提前1天跟我回家都不愿意，硬是拖到正日子当卡着饭点到场。他让我备足伴女红包，他当着婆家面给林欣欣888，他知道要面子。可我弟结婚的时候，他当着全村人随礼50块，说农村人给50已经很多了。既然如此，我这个农村人配不上你家。这次你会主动给我打电话，是因为林欣欣的陪嫁和婚纱都是我出的钱，我不回去，林欣欣就没钱结婚，她会被婆家的看不起。阿姨，我真的很好奇，一直以来你们吃我喝我还嫌弃我的家人，究竟要有多厚的脸皮才做得到？明天我的律师会把离婚协议送到林昊天手上，麻烦您转告他啊！真真，你真的要这么狠？明天是欣欣大喜的日子，你在他结婚这天逼他哥离婚？别再打来了，你们真的很烦。找到了吗？我知道你会来的，今天是咱俩结婚的日子，你不会把我丢在这里不管。陪嫁呢？你说的30万陪嫁呢？拿不出来这婚就别结。不就30万吗？到底是爱我还是爱我的钱？当然爱钱，不然你是什么东西？我当初要不是知道你嫂子家里有实力，怎么会和你这个蠢货在一起？可我没想到你能蠢成这样，把你抱一逼嫂子气跑了，活该你家穷。自作自受。离婚协议我签了。真真，对不起，以前的事是我不对。我知道了，以后别再打来了。我才不会原谅。3个月，我从零开始。姐，城东那200亩地批下来了，租金比市场价低30%。政府说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项目。太好了，从明天开始建大棚，我要赶在7夕前上市第一批高品质玫瑰。白总您好，我是林浩四合天他们公司的销售总监王建国。听说您这边要做鲜花基地，我们公司可以提供全套农村供应，价格好商量。王总监，我和林昊天已经离婚了，以后业务上的事儿，请直接和我弟弟白航联系。那也行。白总，其实我冒昧问一句，林昊天最近在公司状态很差，上头说要把他的业务线砍掉，您看？那是你们公司的内部事务，我没兴趣。姐，林昊天那公司想来蹭咱们的业务。以前是看在夫妻情分上，舅舅二叔才把单子给他们，现在让他们去找别人吧。姐，就该这样。听说他把老婆打跑了，现在人家娘家把订单全撤了，活该！以前天天炫耀业绩，原来是靠老婆的关系。林昊天，白市那边的3家供应全部终止合作，公司上半年业绩直接腰斩。总经理让你去他办公室。林昊天，你来公司6年了，前5年业绩平平，去年突然拿了全公司最高奖金，我以为是你的能力，现在才知道是你前妻的舅舅和二叔在给你喂单。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公司丢了3个大客户，全年利润预计下滑40%。总经理，林昊天，董事会已经决定了，你的业务岗调整为后勤辅助岗，工资降为基正各2500，奖金取消。要是再没有起色，就自己走人。2500，我以前1个月拿3万多的奖金。
不能就这么完了。姐，1期工程下周末能完工。舅舅说他的养殖场可以给咱们提供有机肥料，成本省1大折。好，二叔那边的冷链运输车队谈好了吗？谈好了，全省配送没问题。白总是吧？我是苏锦辰，久仰。谁介绍你来的？我是自己摸过来的。听说城郊要建一个大型鲜花基地，正好我的连锁店需要稳定供应商。白总，有没有兴趣聊聊？苏总消息真灵通，不过我的花还没种出来呢，您就来了。好花不怕等。我看了你们的规划和品种选择，专业。白总在花卉行业有过从业经历？没有，但我大学学的是园艺专业，毕业就结婚了，现在算是回归正轨。那更要合作了。这样，等你们第一批花上市，我全包了，价格按市场最高价。姐，这可是花间集，全省300多家门店。苏总爽快，等我花开了，第一个通知您。好，对了，下周3有个行业峰会，来的都是全省花卉产业链的头部企业，我送2张邀请函给白总。那就谢谢苏总了。姐，这人靠谱吗？至少目前为止，他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客户。不管靠不靠谱，机会来了就要抓住。昊天啊，妈和欣欣现在住你舅家，你啥时候能重新买房啊？妈，我没钱了，工资就2500。那你去找白真真啊，她不是开了个鲜花基地吗？你和她说说好话，复婚啊！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跪也得给我跪回来！你知不知道，你舅妈今天打电话来说，白真真现在和一个大老板走得很近，再不去就晚了。什么大老板？花间集的苏景腾，身家几十亿，你要是让白真真跟了他，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白真真，你是我的老婆，谁也别想抢走。我倒要去看看，你白真真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白总今天很不一样。苏总过奖了。这是我的合作伴白真真白总，城郊鲜花基地的创始人。3个月前，我还在林家当牛做马，现在站在这个会场里的人，没有一敢小看我。我是来找人的，我老婆在里面。真真，我来了，你跟我回去。白总，这位是前夫，我去处理一下。林昊天，你来这里干什么？真真，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妈说的对，咱们复婚吧，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林昊天，你是觉得我白真真缺男人缺到要吃回头草，还是你觉得你林昊天有什么值得我回头的？咱们5年的感情，你就这么狠心？5年感情？你指的是你给我弟随50块钱礼金的感情，还是你当着全家扇我耳光的感情？这个人没有邀请函，请带他出去。以后我的任何活动都不欢迎他。白真真，你会后悔的！你以为苏锦才是什么好人？他就是看上你的钱了。没事吧？没事，垃圾就该带在垃圾桶里。说得好。白总年轻有为啊！听说你3个月就建起了200亩的智能温室。陈会长过奖了，我有好的团队，还有家人的支持。听说你还是园艺专业科班出身？对，农大园艺学院毕业的，毕业后没来得及从事本行，现在算是补课。好，咱们这个行业最缺的就是科班出身又有实干精神的人。下个月省里的农业扶持项目，我推荐你申报。谢谢陈会长。白总，今天表现很出色。陈会长那个人眼光很高，能主动跟你说话，说明他看好你。还是要谢谢苏总带我进来。别叫我苏总了，叫我景琛吧。咱们以后合作机会多的是。好，苏景琛，那我先走了，白航在等我。下周去你基地看花。姐，
苏景琛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别瞎说，我现在只对花有意思。那倒是，你现在眼里只有花，没有男人。男人靠不住，花靠得住。哟，林大销售怎么在这搬箱子？人家以前那是靠老婆，现在老婆没了，可不就只能搬箱子了？哥，我听说白真真现在发达了，你赶紧去求她啊！你不是说她最心软了吗？你跪下来求她，她一定会心软的。我和妈现在住舅舅家，快被赶走了。他不会见我的。你是不是男人啊？你不去我去。白总，这批卡罗院长势很好，预计10天就能采第一场。质量呢 ？A 级品能达到85%以上，咱们用的这套智能控温系统在全省都是最先进的。好，通知销售团队可以开始预热了。姐，出事了！怎么了？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咱们的鲜花基地用的是污染地块，土里有重金属，帖子里还有所谓的检测报告。这是有人在搞我们。谁？林昊天？他没这个脑子。查一下帖子的 IP， 还有那个检测报告的来源。另外，立刻联系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明天就入场抽检。好。看来有人不想让我站起来，那就看看谁先倒下。发帖的账号是新注册的 ，IP 显示在隔壁市。那个检测报告我看了，格式和我们之前的环评报告一模一样，但是数据被改过。肯定是知道我们内部资料的人干的。环评报告谁接触过？除了我和白总，就只有……对了，上个月我们找过一家咨询公司做辅助审核，那个公司的项目经理叫李伟。李伟？谁啊？林昊天的大学同学，我结婚时候见过。有意思，林昊天没脑子，但他有同学。查一下李伟的银行流水，看看最近有没有大额入账。姐，你现在比侦探还厉害。不是厉害，是被骗久了，看谁都像骗子。帖子已经5万点赞了，热搜第8。白真真这次不死也得脱层皮。李伟，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过什么过？他让你丢了工作，让你全家没地方住，你就这么忍了？再说了，那200亩地要是黄了，政府就会重新招标，到时候咱俩合伙拿下来，自己种花卖，不香吗？可是什么可是？你就告诉我，你想不想看他跪着回来求你？想，这就对了。你等着看好戏吧。哥，妈住院了，高血压犯了。什么？妈，怎么了？昊天啊，妈没事，就是气的。谁气你了？还不是那个贱人白真真！我去她基地找她，被保安拦在外面不让进，我就在门口骂了几句，结果她报警了，警察把我带走了。妈一着急就……白真真，林欣欣是吗？你涉嫌寻衅滋事，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秩序，跟我们回派出所做笔录。我不去，我跟在这儿，哥你救我！警官，我妹她只需说几句话，她在那儿骂了半个小时，还试图翻墙进入。企业已经提供了完整的监控录像，请配合。谢谢，谢谢。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姐，查到了。说，李伟3天前收到一笔5万块的转账，转账人叫刘强，是另一家华为公司的老板。那家公司就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城西的芳华园艺。所以不是林昊主使的，是芳华园艺想搞垮我们。而且芳华园艺的老板刘强和林昊天根本不认识，李伟是中间人，他收了刘强的钱，又拉林昊天入伙，让林昊天给他提供咱们的内部信息。检测报告出来了吗？出来了，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咱们的地块完全符合国标准，重金属含量远低于限制。报告电子版我已经拿到了。开新闻发布会，明天上午10点就在基地。好，要不要请媒体？不但要请，要请全省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另外，把那份检测报告和芳华园艺雇人散布谣言的材料一起交给市场监管局和公安经侦。姐，你这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一身。
他们想搞臭我，我就让他们知道，动我白真真要付出代价。苏总，明天上午10点，我基地开发布会，有空来捧个场吗？当然有空，不但我去，我再带几个行业内的朋友去。谢谢。林昊天，你以为找人泼脏水就能让我倒下？你太小瞧我了。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发布会。昨天有人在网上散布言，说我的鲜花基地建在污染的地块上。今天我请来了省里最权威的检测机构——省农科院检测中心，现场公布检测结果。我是省农科院检测中心主任周明远。我们对白真真鲜花基地的土壤、水源、空气进行了全面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指标均优于国家1级标准，重金属含量不足建值的1/10。这是报告原件，欢迎任何机构复检。除了检测结果，我还要公布另一件事。经查证，造谣帖子的城西芳华园艺公司，他们雇佣网络水军伪造检测报告，恶意诋毁我基地声誉，所有证据已经移交公安经侦部门。白总，芳华原味是您的主要竞争对手，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问题您得问他们，但我相信法律会给出答案。白真真，你这是诬陷，我没有。李伟先生，你确定要我当着全国媒体的面，把你收刘强5万块钱的转账记录放出来？李伟，你涉嫌商业题伪伪造证据，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白总，这次事件对您的基地影响大吗？影响很大，因为谣言，我们已经有3个意向客户取消了订单。但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烂，今天起，我们基地的所有检测报告都向社会公开，欢迎监督。真真，你今天太给咱家长脸了！我二叔活了50年，今天最解气。姐，你是我的偶像。别贫了，回去干活。第一批花下周就要上市了。白总，恭喜！向日葵代表光明和希望，我觉得很配。谢谢。在我江山，以后都是自己人。姐，他真的对你有意思啊？我说了，我现在只对花有意思。白真真鲜花基地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澄清了污染谣言，还揭发了竞争对手的商业诋毁行为。这个女人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妈，李伟被抓了，他会不会把我供出来？你脑子有病啊！你参与了吗？我没参与，但李伟知道是我们让他去搞的内部资料。你个废物！现在赶紧去找白真真，跪下来求她，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李伟自己干的。现在去找他，他会见我吗？再过5天，第一批玫瑰就可以采了，5万支，全部是 A 级品。苏景琛承诺全部包销，我的第1桶金就要来了。真真，是我。你怎么换号了？我的号被你拉黑了。真真，我就在基地门口，你能不能出来一下？你回去吧，没什么好说的。真真，我跪下了。林昊天，你知道我最看不起你什么吗？你这个人，永远在需要我的时候才低头。结婚5年你没跪过，离婚你没跪过，现在你没钱了，没工作了，妈住院了，妹被拘留了，你跪了。真真，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知道错，你错在哪儿？我错在不该打你，不该看不起你家里人，不该随50块钱。你到现在都不明白，你错在你从来就没把我当成平等的人。在你眼里，我就个农村出来的，配不上你的，活该被你踩的。不是真真，我改，我真的改。回去吧，明天我的律师会起诉你家暴、婚转移财产，法院见。白真真，你真要这么狠？狠？你怎么不觉得自己狠？你妈说1巴掌下去比什么都听话的时候，你们全家怎么不觉得自己狠？本台消息，芳华园艺公司涉嫌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市场监管部门已立案调查，公司账户被冻结，所有业务暂停。
姐，芳华园用完了，他们的客户全在找新供应商，好多人都打电话来问咱们。我们有产能接吗？1期不行，但2期已经在建了。我跟舅舅商量了，他可以再投500万，把2期大棚提前开工。好，另外芳华原位的人别急着用，先面试，背景调查做干净，别把他们的烂风气带进来。明白。白总，恭喜，芳华园引导了，全省鲜花市场要洗牌，我这边300家门店可以全部换成你的花。苏总这是要包养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开玩笑的，苏总，合作的事改天细聊，我先忙了。姐，他又表白了？别瞎说，谈工作。你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我觉得苏景琛人不错，比林浩天强10000倍。我暂时不想谈感情，先把事业做起来再说。行，那我就不给你当红娘了。各车注意，按照预定路线配送，花间集总店各区分店必须在上午9点前全部送达。收到。姐，紧张吗？不紧张，我相信我的花。这花真新鲜，比进口的还好。我之前在朋友圈看到过他们的基地，说是全省最大的智能温室，质量肯定好。苏总，卖完了，要不要补货？打电话给白总，问他明天能供多少。明天能供8万只，告诉苏总，量管够，质保优。姐，咱们火了，你知道吗？今天花间集单店销量破了历史记录。这才刚刚开始。入账18000元。对，这是今天的货款。第一批5万只，扣除成本，净利润60万，一天赚60万。这只是投产列，日供能力可以达到20万只，到时候全省市场都是我们的。姐，你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白真真了。我还是我，只是以前被埋在了泥里，现在开了花。法院判了，家暴成立，婚内转移财产成立，我要赔白真真精神损失费和财产损失，一共80万。80万？你哪儿来的80万？房子要拍卖，不够的部分从工资里扣。你个废物！当初让你求他你不去，这下彻底得罪了。当初不是你让我打他的吗？你说1巴掌下去比什么都听话。妈，我一无所有了。哥，我在拘留所待了7天，出来发现你们连房租都付不起了，房东把我们东西扔出来了。那你怎么来的？我走路来的，走了3个小时。都怪你，哥，当初你要是对白真好一点，咱们至于这样吗？他一个月赚60万，60万，你一个月3500。你再说一遍，我说的不对吗？你就是个废物，以前靠老婆，现在连老婆都靠不住。你打你妹妹！我不是故意的。白总，我有个提议，花间集和你合资成立一家新公司真琛花卉，我出渠道，你出产品，股权55分。苏总，你确定？花间集的渠道估值至少2个亿，我的基地现在满打满算不到5000万，55分，你亏了。我不觉得亏，我看好的是你这个人，不，我看好的是你的能力，你是做事的料。花间集现在缺的就是一个能稳定供应高品质鲜花的合伙人。苏景琛，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不做亏本的买卖。你告诉我，你到底图什么？我图的是能和你站在同一个高度，而不是让你仰望我，也不是我俯视你。苏总，你这话说得像个诗人。那就这么说定了，55分。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姐，省里批了，咱们的鲜花出口基地项目正式立项，国家补贴8000万。终于批了，准备建3期，这次是500亩。姐，你知道现在外面叫你什么吗？什么？1000亿鲜花女王。都说再过3年，你的身家能过1000亿。虚名，
把事做好，钱自然会来。白总，送你个礼物。怎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这本书里有一句最后特别喜欢的，最好的爱是两个独立的人互相欣赏，而不是一个依赖另一个。苏锦辰，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白真真，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成功了，不是因为你强大了，是因为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真正力量。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站在你身边。苏锦琛，你知道我上一段婚姻是怎么毁的吗？知道，但我和他不一样。我知道你不一样，但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为什么？因为我要先把自己活明白了。我不想因为寂寞、因为感激、因为需要依靠而开始一段感情。我要确定，我是因为喜欢你才和你在一起。那我等到你想明白的那一天。好。快吃快吃，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妈，你做的饭最好吃了。以前你每次回娘家都匆匆忙忙吃了就走，从来不敢多待。现在好了，你想吃多少吃多少，想待多久待多久。妈，对不起，以前让你受委屈了。说什么对不起？你是我闺女，我受点委屈算什么？只要你好好的，妈什么都愿意。来，咱们庆祝一下，真琛花卉拿下出口基地项目是真真的功劳，也是咱们全家人的骄傲。真真，二叔以前总觉得你是女孩子，嫁个好人家就行了。现在二叔才知道不比男孩子差。谢谢舅舅，谢谢二叔，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姐，别煽情了，快吃，肉凉了。老天爷啊，谢谢你让我闺女醒过来了。听说林浩天又给你打电话了。你还好吗？我很好，比我任何时候都好。白真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问。你说你要先活明白再谈感情，那你现在活明白了吗？好像明白了。那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这朵花送你。什么意思啊？向日葵，花语是我的眼里只有你。白真真，你这是答应我了？我可没答应，我只是说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好，好，好，了解一下。那我能牵你的手吗？不能。了解一下是什么顺序，你不懂吗？懂，先做朋友，再牵手，再……闭嘴！